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艺人。有没有觉得有时候问 AI 问题的时候，竟然得到的是旧的资料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教 AI 如何使用 Context 7来得到最新的资讯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为什么我们常遇到 AI 给了错的建议或者是答案？因为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资料是有时效性的。当某个框架改版时 ，AI 还在用之前抓的资料的时候，这不仅浪费时间，更导致专案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跟错误。Context 7就像是给 AI 的最新的参考书，它会自动扫描官方给的最新的动态，并将其转化成 AI 能够阅读的格式，这代表你的 AI 能够随时掌握昨天刚发布的资讯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申请 Context 7的 API 的 key， 我们要第一步先登录 Context 7，第二步就是建立 API 的 key， 第三步是要把刚刚我们建立的 API key 给复制下来。因为我们这一次要教的 AI 的工具有好多个，所以这个复制的 key 会用到各个上面，所以最好是复制到一个文件上面比较好。我们现在要来教大家如何申请 Context 7的 API 的 key。我们先到 Google 的首页，我们搜寻 Context 7。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就是 Context 7的官方的首页，我们点进去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来登录，我们要先 sign in， 我们先按这个按钮。按了这个按钮之后，你要选择你要用 Google 的方式，或者是用 GitHub 的方式，或者是你用注册你的 email 的账号都可以。这边就选择我们用 Google 的方式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登录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界面，所以这边有基本的能够读取的次数，然后这边有一些的状态，你可以自己再稍微去参考一下。我们这边看 API Keys 这个区块，然后我们点这个 Create API Key， 取一个名称，就随便取一个名称叫做 Context 7。然后我们按建立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你的名称是 Context 7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 API key 我们要来复制，然后我们就把它这边按关掉之后，这个 key 就不见了。然后所以你要把这个 key 先复制下来，这样子我们就把 API key 申请到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把Gemini装上 Context 7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萤幕这边有 Mac 跟 Windows 的路径，在 Mac 的底下是在我们的使用者跟目录下面点 Gemini， 然后斜线 Settings 点 JSON。Windows 的方面我没有做过测试，我查的路径几乎也是在 Users 你的路径夹，然后一样点 Gemini， 然后 Setting 点 JSON。然后当我们查完之后，当我们设定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 Command Line 下面打 Gemini -ncp -list， 这样子就会出现 Context 7是不是有正常的连接。然后如果你在登录 Gemini 之后，你也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直接下斜线 ncp -list。我们现在回到Context 7的官网，因为它没有提供 Gemini 的范例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一个的范例。我们把这一个的范例按复制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设定的编辑器里面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在点 Gemini 底下的Settings 点 JSON， 我们已经打开了。我们刚刚把那个范例，我们把它贴在这个 NCP Servers 的下面，我们只需要把我们刚刚的 API 的 key 给贴上，然后按存档就好了。
我们现在来测试我们刚刚设定上去的 Context 7的连接的方式是不是成功。我们在 Command Line 下面打 Gemini -ncp -list， 我们这边已经可以看到已经连接上了，所以我们的 Gemini 已经能够设定成功了。我们现在要来将 Anti-Gravity 也把 Context 7给装上。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 Make 的路径，它在点 Gemini Anti-Gravity 的 ncp _config 点 JSON 下面的设定。我们这边的 Windows 的也是一样，我们查到也是都是在一样的路径。你可以自己稍微再去查一下。我们现在也要来设定 Anti-Gravity 的设定值，因为我们在 Context 7的页面上也没有这样子的设定档，所以我们一样用上一个的范例，直接就把它贴过来就好了。我们一样把你的 API 的 key 贴在这个 Your API key 这个位置，然后按存档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看是不是我们设定在 Anti-Gravity 里面是不是成功的连接了 Context 7。我们现在到我们右上角，我们这边有3个点，然后我们点下去，这边有一个 NCP Service， 我们点下去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有看到一个 Manage NCP， 然后 Service， 我们再点下去。我们点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个 Context 7的设定已经 Enable 是正常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我们可以直接打字，直接请 AI 去Context 7查最新的资料，请帮我查 Context 7有关 View 3的最新的资料。你看它这边就透过 NCP Tools 去连接，然后它就开始翻找文件，然后它现在正在产生结果。它已经跟我们讲，我们已经查到 View 3的最新的资料了。这样子，我们就在 Anti-Gravity 里面已经可以透过 AI 去查询最新的资料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内容，请帮我点个赞。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，请帮我们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有最新的影片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下去吧。我们现在要来在最近很红 Cloud 上面也来装上 Context 7。我们一样在左边的会有看到有 Mac 跟 Windows 的路径，在 User 的跟目录下面的点 Cloud 点 JSON， 然后 Windows 也一样在同样的路径。我们用指令来加入 Context 7。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查询？之后也是用 Cloud， 然后-ncp -list 就会出现我们装上去的 Context 7的资讯。这一次 Context 7就有提供 Cloud 的指令安装的方式，我们就复制这个指令，然后我们将我们的 API 的 key 替换上来。我们现在已经将指令复制到 Command Line 上面去了，并把我们的 API 的 key 更改过来。我们现在按下 Enter，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说我们已经加入了我们 MPC Server，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确认我们现在装入的 Context 7的状态。我们一样就是打 Cloud， 然后 NCP List。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我们的 Context 7的状态已经是连接的状态了。
我们现在要来将 Codex 装上 Context 7，我们这边在左边一样看到 Make 跟 Windows 的路径，在我们使用者跟目录下面点 Codex， 然后下面的 config 点 tonl， 在 Windows 底下也是一样的路径。当我们设定完之后，我们可以使用 context npc list 这个指令，然后来查询是不是有设定成功。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 Context 7的官方也有提供 Codex 的设定的资讯，我们把这一段资讯拷贝起来，复制到 Codex 的设定档里面。我们现在来到点 Codex 下面的 config 点 tonl 这个档案，我们把我们刚刚复制的设定值，我们把它复制上来，然后我们将我们的 API 的 key， 我们把它置换成在这一个位置，之后我们就按存档就 OK 了。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我们刚刚设定到 Codex 里面的设定值是不是正常。我们一样在 Command Line 打上 Codex -ncp -list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Enable 这样子设定进去，应该是已经是正常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把 OpenCore 也装上 Context 7，一样在左边也有看到 Make 跟 Windows 的路径，在我们的根目录下面，我们的 OpenCore 点 JSONC 这个档案，在 Windows 下面一样同样的路径。当我们测试完的时候，也是用 OpenCore -npc -list 这个指令就可以查询我们的设定的 NPC 的状态。如果我们登录到 OpenCore 的对话视窗，我们就可以用斜线 npc list 这个指令，然后来查询我们的所有的NPC 的状态。Context 7的官网也有提供 OpenCore 的设定的值，我们一样把这一串复制这个 Your API Key 改成我们刚刚复制我们刚刚申请的 API 的 Key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找到 OpenCore 点 JSONC 这个档案。我们在这个档案下面已经来把刚刚 Context 7的设定值给贴上，刚刚申请的 API Key 给贴上去，存档就 OK 了。我们现在要来测试我们刚刚设定到 OpenCore 的设定的值是不是正常。我们一样打 OpenCore -npc -list， 我们按 Enter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它会列出我们所有设定的 NPC server， 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我们的 Context 7已经是连接的状态了。我们如果登录到 OpenCore 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下面是已经有一个NPC 已经是亮绿灯，已经是连接成功的。我们一样打 ncp， 这边它给我们的回复 ncp 7已经是连接的状态了。我们现在要把 Cursor 这个 IDE 也装上 Context 7，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旁边有 Make 的路径，也是在 User 的根目录底下点 Cursor， 然后 npc 点 JSON， 在 Windows 底下也是类似的路径。然后我们要如何查询是不是成功，一样在 Make 的 Cursor 这个编辑器下面只按 Command 加 Shift 加 J， 在 Windows 底下是按 Ctrl 加 Shift 加 J。Context 7这个官网也有 Cursor 这个编辑器的设定的值。如果我们在那个下面找不到 npc 点 JSON 的话，我们要自己建立。我们一样把这个设定值给复制下来。我们这边已经看到，我们已经把点 Cursor 下面的 npc 点 JSON 已经打开了。我们一样把我们刚刚申请的 API 的 key 来替换到这个 Your API key 上面。我们先这样子，我们的设定就完成了。
我们现在打开 Cursor 这个 IDE， 我们已经按了快捷键，我们按了 Command 加 Shift 加 J， 我们来到 Cursor 的设定档里面，这边可以看到旁边的 Menu 上面有 Tools and NPC， 我们选这个 Menu， 然后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 Context 7已经是亮了绿灯的，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在 Cursor 里面只用 AI 得到最新的资讯了。我们现在要替 Windsurf 也装上 Context 7，我们这边一样把设定档的路径 Mac 跟 Windows 都列在上面了。它在这个路径的 Windsurf， 然后 NPC underline config 点 JSON 底下，然后我们要测试的话，我们要进入这个 Windsurf 的 Settings 的下面的 NCP Server 来找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有没有设定成功了。我们可以看到 Context 7也有提供 Windsurf 的设定值，我们把这个设定值复制起来。我们现在也到我们的 User 的根目录底下的 Windsurf 这个 NCP underline config 点 JSON， 如果没有这个档案也是自己建立，我们在这下面把刚刚复制的东西贴上，然后一样我们刚刚申请的 API key 一样贴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按存档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把 Windsurf 这个 IDE 给打开 ，Windsurf 的这个设定档，然后我们打开，我们来到这个页面，最上面就是 NCP Server， 我们按这个把它打开，打开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设定的 Context 7是已经设定成功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在 VS Code 上面也装上 Context 7，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，我们也列出来 Mac 跟 Windows 的 VS Code 的 NPC 的路径，然后我们一样在 Mac 底下的 User 的根目录下面的点 VS Code NPC 点 JSON， 在 Windows 底下也是类似的路径。我们把这一些设定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到Extensions 的 NPC Servers 下面可以看到我们所安装的 Context 7的状态。我们这边也看到 Context 7 的官网上面也有提供 VS Code 的设定值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设定值复制，然后贴到 NPC 点 JSON 里面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我们使用者根目录下面的点 VS Code， 然后 MVC 点 JSON 的档案，我们已经把我们刚刚从 Context 7官网复制的设定值贴在这个档案里面，然后这边 Your API Key 这边要填入我们刚刚申请的 API 的 key 值，然后我们存档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侧边栏位已经切换到 Extension 的底下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NCP Servers 的下面已经把我们刚刚设定进去的 Context 7的设定档已经列在这边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 Context 7的功能去查询最新的资料了。到这边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在 AI 工具上面装上 Context 7的功能。当你发现 AI 又给你旧资料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透过 Context 7去抓取最新的资料了。如果你在实作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或对什么有疑问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亲自为你解答。荧幕两边是我为你推荐的影片，请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点进去观看。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拜拜。